我觉得你在约人的时候，你也不是很挑的那一种。对，那为什么要跟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人在一起？装我很爱我的老公，但平常在家里面呢，就他看他的电视节目，我看我的电视节目。接吻可以，拥抱可以，牵手也可以，但在外面不行牵手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今天的来宾是马里欧。大家好，我是马里欧。这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老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。马里欧又回来了，因为他第一集来的呢，就是他约了很多人，然后很多的经验，所以我认为在我心中呢，马里欧就是一个这方面的机器。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谈了一段柏拉图式的感情。这怎么开始？怎么可？你怎么会找一个人谈柏拉图式的感情呢？对啊，我自己也觉得蛮夸张的，对，就不适合你啊。我想说，我都已经就是这样子3年，他是如何的厉害，能够把你一个狂野的马训练成这样子？我觉得是一个安全感。他给你什么安全感啊？在一个房间里，然后各自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会互相的陪伴。个人在个人房间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互相的陪伴，这是安全感。就是你跟他相处在一起，会知道对方是爱你的。这好像在讲我跟我老公的生活一样。我知道在心中我很爱我的老公，但平常在家里面呢，就他看他的电视节目，我看我的电视节目，就没有什么交集。这我觉得不是安全感可是一个分离感。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你要的安全感。我觉得我好像感觉到他也不会去外面乱约，然后因为他对这件事根本没兴趣啊。对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个柏拉图式的恋爱到什么程度？可以到什么程度吗？就是接吻可以，拥抱可以，牵手也可以，但在外面不行牵手。比如说今天中元节了，中元节接吻一下了，对。一年可能接个3-5次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对。中元节来庆祝一下，鬼门关开了，来接一下吻，然后就拥抱一下。当你慢慢手往下游移的时候，就要停。谁喊停的？没有，其实我们都没有彼此要往下的下一步可是你一定很想往下吧？我其实觉得我对他性欲是没有的，他对我性欲也是没有的，都是0。等一下。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，因为之前我觉得你在约人的时候，你也不是很挑的那一种。对，为什么会对他完全没有感觉呢？那为什么要跟一个完全没有感觉的人在一起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但是就是觉得跟他相处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感觉，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给你引起你一点的性欲，不可能吧？完全不会有性欲。他是多丑啊？他很帅，不怎么可能长得帅，然后对他没性欲？怎么可能？但这因为他自己也是一直在健身的，他就是双手都有纹身。这看到就动北调了吧？怎么可能会？你等一下，你对他没有所谓的性欲，是因为你知道他不会有反应，所以你不去那边想，还是说你第一次看到这个人就对这个人没性欲？没有，第一次当然是有的。第一次我们当然是交友软体认识的，对。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他就是开始斩断所有，就开始没性欲了？交往后，然后第一次发生10的关系之后，就停摆。什么意思？因为那次经验太糟了吗？好像也不会太糟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。但是为什么之后就没有再往下的那种？有聊吗？有聊说为什么那一次还不错，为什么不再是第2次，搞不好会更好啊？在一起大概2-3个月的时候，我问他说：“那我们有没有是开放式关系这样子？”然后他当时是说不行。这当然太快了啦！我觉得开放式关系一定要在2个人感情有很坚固的基础之后才能够聊这件事情，才2-3个月当然不行啊。对啊。可是为什么不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？就是你第2次过了1-2个礼拜问他说，上次咱们表现的还不错，现在咱们再来一次吧。他是怎么告诉你说他完全不想了？我也没有再跟他说我们再来一次耶。你不想再跟他来一次吗？好像就慢慢的就是变成。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你们就开始念那个去山上修行啊，然后你们在开玩笑对不对？开玩笑。对，那我很好奇说，你知道一个这么喜欢这方面事情的人，为什么会突然就这样子了？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因为他毕竟是你男朋友，对，而且你们还是有维持拥抱跟亲吻，对吧？
因为通常我跟我老公拥抱跟亲吻之后，就会开始手就开始不安分啦。但我们两个也不可能会喊停啊，也许就是他会说，哦，我现在有点累，我不想要 ，maybe 是这样，那就走好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试吧。我们完全没有讨论说今天想不想要或不要。可是我就觉得你们接吻跟拥抱之后，然后就停，他就接吻拥抱，然后他就说啊去洗澡了。那你就说，那我等你哦。我也没有，我就会继续滑手机，然后等他出来，然后就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。我说实话，今天在访问你之前，我真的以为你们柏拉图式的恋情是两个人谈妥之后的结果，就是因为他不想要，然后你说我不要，我也可以，可是我很爱你，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。我觉得是两个谈之后的结果，可是没想到你的结果是就默认的，就是你不想，我觉得你不想要，我也没有主动想要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了，就慢慢的变成了这样子的关系。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你跟他在一起多久？3年多，快4年。中间都不会有疑问吗？不会说今天圣诞节咱们来庆祝一下吗？我觉得跟他相处的感觉呢，比性更多。可是你并不确定他对性完全没兴趣啊？他有告诉你吗？他有说过，就是他自己也很少性的需求。所以当你们两个交往到一个时间点，就是他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说好，那我也没关系。问题是你的需求量蛮大的啊。对对对，就是都是自己来比较多。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癖好，就是不打手枪这件事情，然后很久才打一次手枪。我听不懂了，所以你对性方面的需求是很低的，你也是很低的。我们等一下再告诉各位一件事情，就知道这根本是骗人的。好，你先说吧。就是会觉得说让自己有禁欲，然后可能工作可以有更好的表现，有用吗？我觉得运动来说很痛苦，就是你知道那个嘛，然后又对呀，我跟他的健身，我们是同一个健身房的。我每次看他的时候，我都认为他在健身房撩人，可是没想到就是他说他是柏拉图式的恋情，然后他们也是封闭式关系。我说马里欧最好可以忍得住，健身房里面这么多帅哥你这都是忍得住，但他不会去想吗？你不可能啊，就回家自己想。那请问照理来说，就是你想要的次数比他多嘛，对不对？一定的，就算你已经节制了，还是比他多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在家里面，当你想要的时候怎么办？会在他不在的时候，然后开启。那他在的时候会怎样吗？从来不会在，我们两个如果自己有性需求的话，都会在对方不在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就问题蛮多的。我们要这样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要互相需要。但是如果我们共同想要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一起啊，一起做不一样的事，就是叫你看你的电视节目，他看他的电视节目，就一起做这件事情。这也没有什么违反什么精神吧？但就是你自己在打，然后他也在打，这样子有点，好像有点感觉起来应该是自己的想象的世界，对，好像是这样子，好像不能鸾凤和鸣，好像不行，好像不行。我自己如果在自己享受单人世界的时候，如果老公在家的话，我会跟他说：“你先不要进卧房一下，等我一下，锁起来啊。”你看我们家这门没办法锁，对吧？所以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进来我房间一下。”他也会他说好，这样子。不过呢，契机出现了，就是老师说要访问他关于柏拉图式的恋情，就我跟他说，我要来上老师的节目，然后聊我们之间的柏拉图的关系。后来就有问他说，如果我们在节目上聊到说，假如要开放式关系的话，那你答应吗？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想了一下，他说他答应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满足我。所以你们两个现在是开放式了？对，我个人觉得啦，你应该诚实的面对自己。对，你现在既然自己开放式关系，当然老师会建议你就是要不要吃 PrEP 啦，或者是要不要多做一下安全的行为。其他我觉得你跟你男朋友能够这样相处，两个在一起已经这么多年了，要好好的珍惜你们的爱，也许可以走得更长久。然后现在开放式关系你也比较开心了。对，同志之间好像比较有听过柏拉图式的恋情嘛，对不对？你会推荐这样的关系给别的朋友吗？我觉得不要没有，看你们自己的选择啦。成仙3年的感觉蛮痛苦的，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提早去跟对方聊这件事情，就是说，那我们目前如果都不行有性关系，那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那我一直想说，好，那就维持现状，然后就是一直到跟老师聊天，然后我又再去跟他聊天，才找到新的出路，然后才有一个解决方法。你现在觉得说跟他有这么大的安全感，对，然后另外在外面可以开放式关系，你觉得现在蛮完美的？目前来说，持续的话，我觉得蛮完美的。我的中心忠告就是你
能玩就多玩玩了，然后当然注意安全，好不好？同志朋友们，就是现在有很多种防治艾滋的方式，对不对？除了吃 PrEP 以外，当然用保险套、防护措施等等的，不要因为爱玩而染上了麻烦，这更得不偿失。对，真的。好了，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再分享。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留言。老师要跟马六玩一个游戏喽，歌唱大挑战。马里奥呢是专门弹古典乐的，所以今天来挑战他一下，看他对于国语或英语的音乐熟不熟，好不好？有点为难你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真的很少听流行歌。好了，我们试试看。我现在给他几个字，然后他唱那个歌的歌名或是歌词里面有这个字，然后中英文都可以。好，来，第一个爱情。爱情的恰恰哒哒哒哒哒，爱情的恰恰，答对了。好，第二个爱情雨，下雨的雨。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？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做梦的梦。我只会说歌名。好 ，I dream a dream。I dream a dream in time gone by, when hope is high and life was 啊，这我最喜欢的歌。好，哭，听海哭的声音。好了，我们马里奥也是 G 大调的团员哈。同志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结婚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他很帅，然后没有性欲。对，所以他应该长得像。那你一定迫不及待约人了吧？过去这几天，你才回来个2-3天吧？2-3天吧。这2-3天内有约超过这样的人数吗？好像差不多。所以他的需求是很大的，你知道吗？40岁以后是走第一次下坡，然后在50岁呢又走另外一次下坡。所以趁你还在上坡的时候呢，还可以玩5年，好好的享受一下。